作为 G20 的轮值主席国，印度在 G20 的会议议题上开始做些小手脚，这种可以说是十分下作的行为遭到了中沙等国联合抵制。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今年印度首次作为 G20 的轮值主席国，便在 G20 的会议议题上开始做些小手脚。尤其是在 G20 领导人峰会前夕，印度通过在印空克什米尔地区举办 G20 旅游工作组会议，试探世界反应和强化其在争议领土的主权。但这种可以说是十分下作的行为，遭到了中沙等国联合抵制。印度此举可以说是纯属的自不量力。众所周知，印度和巴基斯坦拥有领土争议，尤其是这个克什米尔地区。克什米尔地区的主权归属问题在印巴两国独立以来一直存在争议和冲突。印巴领土争议导致了1947年至1948年的第一次克什米尔战争，随后还发生了1965年第二次和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以及1999年的克什米尔冲突。目前克什米尔地区被印巴两国分割为两个部分，双方都控制了部分克什米尔地区部分领土。就是这个领土争议问题，让印巴在冲突和对话之间往复，双方尚未就克什米尔争议问题达成过任何共识。那么在这个大背景下，印度要将 G20 旅游工作组会议放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举行，这种趁机夹杂私货的行为引起了众多国家不满，首当其冲的就是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强烈抗议。巴基斯坦对印度的批评可谓是一针见血。印度凭借自己是 G20 轮值主席国滥用权力，无视基本的国际准则和国际惯例，而中国和沙特等国也选择抵制此次会议，还有土耳其和埃及等国也均未派官方代表出席会议。抵制印度 G20 旅游工作组会议的不少国家都是和巴基斯坦关系较好的国家，如土耳其和沙特这样的，主要还是处于宗教相同的因素和巴基斯坦更亲近。此次印度在争议地区举办国际会议本身就不地道，他们也是通过实际行动支援巴基斯坦。当然，除了这些国家，还有中国。中国作为联合国五常，是明确反对在领土争议地区举办任何形式的 G20 会议的，而且明确表明不会派出官方代表队参加。中国在这方面一向都是客观中立，并且仗义直言的，这是一个负责任大国应有的形象。反观美日等西方国家，根本都没有表态，无视克什米尔地区还是争议地区的事实，就迫不及待地派遣外交代表参加会议。实际上也是为了在国际议题上进一步拉拢印度，以对抗我们。那么印度则是试图争取 G20 对印控克什米尔的主权承认，所以才来这么一出。通过在克什米尔地区举办 G20 旅游相关峰会，向国际社会发出一个明显的信号，即他对克什米尔地区的主权具有合法性。印度要想在国际舞台上加强对克什米尔的主权认可以及相应的影响力。然而印度方面格局还是低了。G20 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全球经济对话交流的会议，由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新兴市场国家和其他重要国家的领导人参加。G20 的成员国共同占据全球经济总量的约 80%。G20 旨在通过各国对话与合作，应对全球经济和金融挑战。至于 G20 的轮值主席国，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小的重要性。而印度作为今年的轮值主席国，是负责组织和主持 G20 的各项会议和峰会，并提出议程和重要议题，以引导成员国讨论和达成共识的，而不是利用 G20 大搞政治化和夹杂私货的。可以说，若印度不及时改正这种作为轮值主席国反而滥用权力并无视基本的国际准则的做法，那么对其抵制的国家只会越来越多。到时候 G20 可能就会变成 G16 甚至是 G15 会议。当然，以目前各国的表态看，
尤其是中国和巴基斯坦等国抵制的是印度在克什米尔举办的 G20 旅游相关峰会，并不是抵制印度举办的 G20 领导人会议。当然，前面也强调了，印度后续不应该在 G20 领导人会议上再做什么手脚，如仍旧在争议地区举办领导人峰会等，不然即便是 G20 领导人会议，也将遭受各国统一和全面的抵制。总而言之，印度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为什么和周边这么多国家关系处得都不好，而且几乎都有领土争议。若需要周边环境的和平稳定，印度就需要停止挑衅行动，尤其是在国际正式场合中。